咖啡豆在烘焙过程中经历的玻璃态与橡胶态转变，是由温度、含水率和内部高分子聚合物，如纤维素、甘露聚糖、淀粉和蛋白质的热力学行为共同决定的。这种转变符合聚合物物理学中的玻璃化转变原理，直接影响豆子的物理结构、风味物质的形成与释放，以及储存稳定性。请大家记住下面这个关键词语：玻璃转化温度，简称 TG， 是关键参数，受水分作为增稠剂的影响而动态变化。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优化烘焙参数，实现从化学反应主导到物理结构控制的精细管理。玻璃态与橡胶态的基本概念：玻璃态分子链运动受阻，几乎冻结，宏观表现为硬脆，结构致密，水分子、风味化合物和气体扩散速率低，导致化学反应如氧化缓慢。这一状态有利于生豆储存时的风味稳定。橡胶态，当温度超过 TG 时，分子链段获得足够的热动能，开始蠕动和重排，材料变得柔软有弹性，自由体积增大，水分蒸发、气体膨胀和风味分子迁移速率显著增加，促进梅纳德、焦糖化和挥发性化合物的形成。烘焙过程中的橡态转变机制，咖啡豆的橡变转态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，从初始玻璃态到橡胶态的转变，以及后续回归玻璃态的过程。这些转变受含水率和温度的交互影响，水分作为增稠剂降低 TG， 而其蒸发则导致 TG 急剧升高。初始玻璃态生豆阶段，含水率约 10% 至 12%， TG 被水分降低至接近或低于室温约20至40摄氏度。在此状态下，细胞壁聚合物呈现硬脆结构，分子活动最小化，确保风味化合物稳定。储藏时，生豆维持这一状态以抑制氧化和微生物活动。第一次转变，玻璃态至橡胶态。烘焙初期至一爆前，烘焙开始时温度升高，水分蒸发导致含水率下降， TG 随之升高。当豆温超过当前含水率对应的 TG， 通常在80至120度，取决于初始水分和升温速率。此时豆子进入橡胶态，细胞壁变得柔韧，内部高分子链段运动增强，促进水分快速蒸发，这是吸热过程，和气体如二氧化碳聚集在130至170度范围内。这一转变为豆子膨胀准备结构基础。橡胶态允许内部蒸汽压力均匀分布，避免局部应力集中。如果升温过快，豆子可能未充分进入橡胶态，导致一爆时细胞壁脆裂不均匀，形成硬壳或结构缺陷。一爆本质上是橡胶态的蒸汽和二氧化碳急剧膨胀引起的物理爆裂，含水率从约 8% 降至 2% 到 4%， 进一步推高 TG。橡胶态的维持与风味发展，一爆后至发展阶段。一爆后，豆温升至190至225度，仍高于当时的 TG， 豆子保持橡胶态。这一时期是风味形成的黄金窗口，分子迁移加速，促进梅纳德、焦糖化和不良风味如草味、酚类的挥发，同时结构多孔化增强，便于后续萃取。第二次转变，橡胶态至玻璃态出豆冷却阶段。烘焙结束时，含水率降至低于 3%， TG 急剧升高至50到70度，
或更高，受残余水分和油脂析出影响。快速冷却使豆温降至 TG 以下，结构重新冻结进入玻璃态。刚出豆时豆子柔软，冷却后变脆硬。这一最终玻璃态确保研磨颗粒均匀，并提升储藏期风味稳定性。如果脱水不足 ，TG 过低，会导致豆子软化，易吸潮氧化。一个常见误区是忽略 TG 的动态性，认为火力足够即可实现膨胀，而忽略升温率对橡态的影响。如果橡胶态停留时间过短，细胞壁无法均匀软化，一爆将导致尖锐破裂、表面裂纹增多和孔隙不均，影响萃取一致性。反之，过长橡胶态暴露，可能结构过于疏松，冷却后玻璃态虽形成，但易风化。在实际操作中优化 ROR， 在一爆前适度降低 ROR， 确保豆子有足够时间均匀膨胀，形成细密多孔结构。如果一爆声音更柔和，豆子表面光滑，就能提升品尝的风味一致性。发展时间控制，在橡胶态下进行充分反应，避免过短锁定不良风味，或过长导致氧化加速。浅烘豆 TG 较高，呈明显硬脆；中深烘焙因油脂析出略降低 TG， 触感柔和，但本质仍为玻璃态。冷却策略：快速冷却锁定玻璃态，防止残余橡胶态导致风味失散。结论：咖啡烘焙不仅是化学反应的过程，更是聚合物橡态转变的物理艺术。水分为主导 TG 变化的增稠剂，一爆为橡胶态下的关键。掌握玻璃态、橡胶态、玻璃态的完整循环，能解释不同烘焙曲线下的风味差异，并指导从加热者向结构控制者的转变。通过精确控制温度和水分动态，实现更专业、稳定的烘焙结果。这期的咖啡烘焙基础知识介绍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提斯特咖啡视频号，谢谢。